出体的世界和现实的世界，它本质是一样的，它没有差别，它都是由我们这些灵体构建出来的一个幻象。其实跟《金刚经》里面的那个说法是一样的，就是说我们这个世界就是梦幻泡影嘛。它其实就这句话其实就已经直击了我们世界的本质，就是不管是我们的世界还是我出体到的其他的世界，它的本质都是灵体构造出的一个幻象。它的区别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的这个现实世界它可能有80个亿人，然后还有上百亿的动物和其他生灵，他们幻象共同构建了这个世界。所以这个世界它里面的很多规则它是非常定死的。它很难由个别的灵体去改变这些规则。类似于什么呢？就是我们几个人一起创造了这家公司，然后这个公司我们制定了很多条款，很多实际的东西。这些东西呢，你作为一个股东，其实你能影响到的部分很少，就是它是一个公有的空间。然后像我们出体到的其他的世界，它也是看这个世界它是公有空间还是个人空间。如果它是你个人幻想出来的，它其实它的可操控性就要强很多。就是比如说你希望在梦境里面出现一栋房子，然后这栋房子一瞬间就出现了，然后你希望在这个梦境里边想干什么事儿，就是如果你想干的事儿，你想做的一些行为，就是它很容易就实现，然后它完全不受约束的话，就说明这个你出体到的这个世界，它是非常专属于你个人或者说少数几个灵体的。它的可改变性比较大一些。对，它的可改变性要大很多，然后它的自由度高。对，比如说我们像我们刚才聊的那个出体到3.5维的世界，它可能就没有那么好改变。就比如说你想穿墙，结果你往墙上撞，结果发现穿不了。然后比如说你想一蹦很高，然后你发现有天花板把你挡着了，就是你的行为包括你的一些想法很难迅速的就是实现，就说明这个空间或者说这个维度它不是你一个人的，它可能是很多灵体共有的。就是你可以用这个来分辨你这个空间它是属于多个灵体还是少数灵体，或者是只属于你一个人，但它本质上都是一样的，都是灵体它的一些想法构建出来的。那我们现在存在的这个世界又是谁构建出来的？就是我们所有生活在这个世界上的这些生物啊，我们这些人、这些动物、这些植物，包括是可能还有这些石头、山峦。那它又是谁的一场梦呢？它就是大家的一个共梦啊，就是对，它不是一个人的梦，它是一个共梦。这个佛学也有讲过，就是共业嘛，这就属于是，确实是有，有很多类似的讲法啊。我有一些我忘了，是叫什么同分什么望见，好像就是那个意思，就是说这个世界是大家共同的一个梦，所以它比较坚实，它比较牢不可破，但是并不能改变它是一个梦境的这种性质。对，它不是我们想象的那么坚实。就比如说我们做那种量子实验的时候，有观测者和没有观测者，它的实验结果是完全不一样的。它其实就是因为对双缝实验，对，你的观测者其实就已经参与了这场实验，就是你的意识参与了这场实验，它的实验条件就完全改变了。就是如果一个黑盒的话，周围没有任何人能看到的话，你的操控空间是非常大的。你去看那些就是互联网上那些功能人，他们去展示他们特异功能的时候，你会发现他们要么就是要准备一个特定的小盒子，或者说要遮盖一下，就是它不能完全说是有太多的人共同去见证这个奇迹发生。参与的人数越多，它实现这个特异功能的
可能性就越小，就是它需要运的这种功，或者说使用的这种能量就越大。就是你能力越大的话，你可能就能同时改变很多人的认知。对对对，就比如说你作为一个玄学大师，可能你可以在2000人的一个会场展现你的特异功能，但如果你只是一个玄学小白的话，你可能只能在跟某一个人1对1或者是1对2的情况下，给他们小范围的展示一下。就是你的行为，它其实会影响到很多人的观念或者说是想法，而且这些想法因为它本身在这些人的脑海里面已经固定下来了。比如说勺子是不能弯的，勺子是不能通过意识来掰弯的，他的这些想法会参与到你用意识去掰弯这个勺子这个实验当中去的。对，所以你会发现很多就是特异功能人，他们做了一些神奇的事儿，但是他们在很多公众场合或者说是媒体采访，很多人关注的时候，他们往往就会失灵或者失效。这是一个理论啊，就是我觉得应该是那些所谓的关注啊，或者说想来采访他的人是本身就是秉持着怀疑和不相信的态度，肯定的，对。所以你居然不信任的话，那难度也会高很多。对，是这样的，就是你都不相信，就是你的这种意识就明显跟它起反作用嘛。就是我们这个世界它是一个意识构建的世界，就是这一点就是说我在太傻天书当中他提到往这个一杯水当中去灌注爱的能量嘛，然后他讲了具体的方法，能量从头顶流入，然后再从流经心脏，然后再从你的手臂手指，然后传输到这杯水当中。然后我因为不是说很坚信嘛，但又不是完全不相信，所以说就尝试过几次喝这个水。然后他的意思就是说这个水是非常好的，很有能量，然后能够治愈你大部分的疾病。然后但是我有一次用这个实验，就是给我妈妈喝了一次，然后她就是她的表现就是不停的打哈欠，然后困，然后流眼泪，然后她就说这是怎么了？对，她说你这个水不信也有点邪门，就觉得。然后我当时的感觉就是，难道真的有这种看不见的力量吗？那这种体验还蛮有意义的。对，是不是说你随便就是喝一杯水之前，然后你可能在阳光下想象这个水它是注入了天地与宇宙之间的爱与能量，然后你在想象完之后再把它喝下去，怀着感恩的心给它喝了。对，太上天书就明确的指出，你要天天喝这个水的话，就会对你的身体是有极大的好处，然后怎么样啊。然后我前一阵儿也是发生一个特别有意思的事儿，也很难解释，就是我这不是一直腰痛嘛，然后3天前吧，我就太疼了，然后做了各种尝试啊，什么正骨啊、膏药啊都试过，4个多月也没好。然后我就想起了那个吹吹姐，她就说的嘛，她说你就向上帝祷告，然后我就稍微的祷告了一下，跟这个上帝祷告了一会儿，我就想说用你的力量哈，你那么厉害，然后帮助我疗愈我的疾病吧。然后真的第2天就开始，我就这个病就是大好，然后基本到今天也没有怎么疼过。然后我就在想，怎么好的呢？不会就是我那天晚上祷告了一下？有可能，我自己都没法解释这个事儿，可能是个奇迹啊。对，就是这些奇迹就一点一点的让我们越来越笃信我们这种灵魂观。对对，我现在都是满脑子问号，我怎么好的？我不知道。我觉得是你有那种念力，你当时发愿的时候，然后你就连接上了，那种能量。这个真的是在我生活当中发生了好多次。当然大病的话我没有经历过，就是一些小的感冒啊，还有一次最近的一次吧，就是是我那个智齿就拔了之后，那牙龈有点疼嘛，然后然后那几天我各种各样的怀疑啊、后悔啊，然后很多负能量，然后而且我还有点不坚信，我觉得
这祷告真的能够好吗？但是还是抱着试一试的心态吧。我就很虔诚的，我去念那个药师灌顶真言，念了大概有个20多遍，他那一遍大概就念个30秒钟就行，20多遍之后，然后第二天就不疼了，真的就不疼了。对，包括前段时间就是每天早上，我是一醒来之后就会首先我是想记录自己的梦境嘛，坚持1个月了，好，然后第二的话呢，就是我那个颈椎很疼，真的超级疼，后来也是去祷告，或者说念那个药师佛心咒，一开始没什么效果，但是后来就是我换了一张桌子，因为我后来意识到我用的那个桌子，它的高度它其实是一个餐桌来使用电脑的话，那个腰就得弯着嘛，它要矮一些。好，然后反正机缘巧合换了一个书桌，高了一些之后，也是正好同几天正在祷告嘛，后来真的是彻底治愈了，就是那个颈椎一点症状都没有了，一点疼痛都没有了。所以我还是奉劝大家，在没有什么好的办法的时候，尝试一下这些心灵的思想上或者说意识的这种方式吧，反正就是也没什么损失嘛。对，这种其实也是基于一个事实嘛，就是我们的身体上的病痛其实很多都是来源于灵魂上的或者精神上的一些问题嘛。然后如果你从源头去解决它的话，它就会更高效一点，更加的彻底、干净、利落。对，就比如说有人他肩膀酸肩膀疼，然后去医院拍片子啊什么的，又发现没什么问题，那可能是他潜意识，他觉得他这段时间压力太大了，工作上、生活上，肩膀上的担子太重了，然后最后他显化出的那么一个灵性病，但是如果通过精神沟通的疏导，然后把他的压力给缓解掉、化解掉，那他真的就能够消失。对，然后我记得还有一次，就是前一阵也是几个月前，不是腰痛嘛，然后去按摩。然后我就在想，也想给自己显化一点财富嘛，有点小私心。然后我就想起了《太上天书》里面的一个教导，它就是说，如果你想拥有更多的财富，那你不应该去跟别人斤斤计较，讨价还价，你反而应该多给别人一些钱，这样你是在相当于向宇宙宣告你是富有的嘛。然后我就多给那个按摩师，就是多给他50块钱嘛，就是因为我觉得他服务特别好特别耐心。然后那个之后我就感觉就是莫名其妙的，就是多了好多人找我录音，然后就是那种接不过来的那种感觉就因为我腰很累嘛，我很痛，就推了好几个。然后我在想，是不是包括就是说最近的这个工资什么的稍微的提升了一点点嘛？我就在想，好像这个事儿之后，我真的一直还就是说收入有一点上涨的趋势，我就在想，可能这个法则真的可能有一点用。对，就是我们越想越执着于什么东西，反而得不到。就是你用反方向的思考模式去执行你这个念想的话，反而起到的效果会更好。对，现实中也是嘛。你说。对，就是越省的话，反而是宣示自己很贫穷、很匮乏而你有的话，对，我这一段我要掐一下，又说的不标准，对，没关系，压力有点大，对，这个你后面自己掐就行了，聊呗。对，我也试过，就是有的时候，对，就想起来了，就是曾仕强教授，他就问你，他说你是吸气重要还是呼气重要？有人其实吸气就是说要索取嘛，呼气就是付出，对吧？但是然后他说你呼着呼着自然就吸了嘛，对吧？所以叫呼气。对，一体两面的。对，还有一个我想到的就是《太上天书》里面也说有一个说服力的一个魔法，就是比如说我要去面试啊，或者要见客户、见投资人，跟他们谈判的时候，我就想象，从我的那个心脏的地方有一团那个绿色的一团能量球，然后顺着我的那个头顶升出来，然后再缓缓的从半空当中降落到那个哥们儿他的那个身体里面去是一团充满爱与说服力的能量，那样子哪怕是他表面上还是有那么一点抗拒，对，但是他其实内心已经接受你了。
对对对，那天我也读到了，我也刚好重温了这一段。对，就它都是一些心灵魔法啊，看不见摸不着的。我觉得这些东西，用科学或者心理学，或者用我们的玄学都可以解释。但他们其实也没有什么矛盾之处，它的本质都是相通的。就是咱们看待问题就是不要太绝对，就是认了这个玄学就不相信科学了，或者说相信这些心理学的就认为这些玄学的都是一种心理作用。其实我觉得这都是不明智的，就是这个它只是一种解释方式，或者说看待的视角问题，但它的本质其实都是相通的。对对对。就是我们的心态要开放。对，我之前突然想到，就是你有说，出体后的世界它也是这种靠这种灵体的想象力去构建的吧。然后我就一下子就想到了那个，我就记录下来了哈，就是佛教的这个净土宗，它就是每一个佛，然后他自己去创造的一个那样一个世界，然后他向这个广大的这个众生开放嘛。就比如说阿弥陀佛这净土很有名，对吧？极乐世界。然后我一下子就想到，那按照你的这个说法的话，那极乐世界的存在，那应该就是说一点问题没有的。对，我觉得肯定是有的，而且它肯定不止一个极乐世界，就是很多宗教群体都有他们自己的信仰嘛。就是包括地狱肯定也不止一个。对，它是同时存在的，就是它有多少信众就决定了它所在的这个世界有多大的广度，多大的深度，有多大的这种可靠度，就是相当于是他信众的集体投射。对对，是一种集体投射。那我觉得这太棒了，因为我就是说特别想这个往生之后去这个阿弥陀佛这净土嘛，然后可以说是我这一生的一个小小的一个心愿吧，就是一直是有这种希望啊。我觉得你讲完之后，我就更有信心，我一定能去到那个世界了。就是已经在那个世界了，因为过去跟未来是一样的。你有这个心愿的时候，其实就已经存在了。然后再顺便说一下，我老家就是佛教净土宗的发源地。然后它那些庙啊，现在就是当然文革的时候毁坏了嘛，但是近几年又重修了特别大的那种大雄宝殿，在那个山上头，而且那座山就是苏东坡写《赤壁赋》，他说西望夏口，东望武昌，山川相辽，玉湖苍苍，就是那个武昌，那个就是那座山。对，那以后可以去那边游玩一下，参观一下。对呀，对呀，以后欢迎你们来呀。那边然后那种很震撼的都是。对，然后我前几年也有一个比较震撼的一个经历吧，但是一个小小的一个吸引力法则，就是我之前总是在那边去那个，就是那个路上面去散步去跑步，然后看到有一些骑自行车的老外嘛，然后后来我就在想，我什么时候能够有一辆自己的自行车呢？结果没多久之后，有一位同学他要回国，他要搬走嘛，他那辆自行车就直接送给我了。哇，然后还也相当于显化了，心想事成。对啊，显化了呀。对。后来我回来的时候，因为我房东他要装修房子嘛，所以我可能就是得搬了。然后我就在想，哎呀，我看到那边就是那边有一片小区嘛，那房子做得很新，然后旁边那个花园特别漂亮嘛，特别漂亮。然后我在想，哎，我什么时候我要是能够住这样子的房子该多好。结果呢，正好我有位印度的一位朋友，他刚好开车回来嘛，他说，哎，我就住在这儿，然后带我去，他说他要回印度去了，然后那几间房打算出租，然后那是他自己买的房，后来然后后来跟我价钱一商量，哎，反正还挺便宜的，挺能够接受的，而且那房子比我现在住的要装修的好很多，要新很多，然后又是显化了。我那段时间一直在纠结，我在想，哎呀，我应该怎么搬啊？因为这边欧洲这边租房子有点难嘛，但是后来就是反正这是第二次显化，但是我觉得是这样子，就是当你有一定的心愿的时候，
你就是首先是能够像就通过就是念经或者祷告，你是接收到那种爱的能量，然后你也会像佛像神一样，你去爱世人，然后是因为你爱了世人，然后你回馈了，就是你接收回来爱，所以说通过爱来显化了你的那些心愿。对对，先要付出爱，然后再收获爱。就是这些宗教上的形式，其实都是为了围绕这个信仰嘛，就是围绕你的这个心的这种虔诚的程度嘛，它相当于是给你构造了一个仪式嘛，就像我们学习一样，我们需要找一个好的安静的学习环境嘛。对，前提条件就是对，是这样的。对，然后就你刚才说心想事成这个事儿，我觉得就咱们有一个就是那个叫做阿拉丁神灯嘛，对吧？就是说你向他许愿，然后他就实现你的愿望嘛。其实我觉得咱们每个人都有一个阿拉丁神灯，就是你的愿望，只要它是来源于你内心深处的愿望，它都是可以实现的。只是很多人他其实是比较不清楚自己想要什么的，他有时候说的自己想要，但是呢，他其实内心还是拒绝的。所以他实现不了这种他口头上的愿望。就是如果你真正想要一个东西，你的行动啊，或者你的心理啊，都会跟着去调整，然后你会在这个世界找到你想要的。它是一个自然而然的事情，就是你完全不用担心它能不能实现这种可能性。我觉得你只要敢想，它就能实现。对，这个我是深有体会。我感觉就是认识了你有啊，认识了肯之后，然后做了这么多期节目吧，包括吹吹姐，我就觉得不可思议。因为我以前就像是想去寻找一些真相，我就觉得我这一生为什么而活，我是为了真相而活。然后我现在就觉得这个门已经逐渐的向我打开了，而且就是信息越来越多，然后证据越来越多，我现在就觉得我的愿望其实已经实现了。对，就是只要我们在生活中多留心观察一点，多用心去体会我们遇到的这些事儿、这些人，然后我们就会慢慢的发现，我们这个世界真的蛮理想化的，不是我们想象的那么残酷或者说现实的，真是这样的，就是很多时候就是你的恐惧战胜了你自己。对，因为我们是创造者，我们绝对不是受害者。对，就是这样的。现在我们有各种各样的那种大脑病毒吧，总是会有一种受害者的思维。受害者是什么？那都是别人的错，没救了，没办法呀。但是其实不是，如果你真的想改变，因为我们大家都是一个至高无上的主权独立的灵魂啊，那灵魂作为创造者，他是可以实现他想要的生活的。是这样的。对，而且我一直想跟别人去强调，就是说很多人想要一个具体的事物，但是其实我们最终得到的并不是一个绝对具象化的一种东西，而是你想要的那种感觉。就是比如说你想要拥有某一个物质的事物，这个背后的那种感受，其实你想要的是那个东西。所以可能最终我们得到的是你想要一个A， 但最终得到了 B 或者 C， 但实际它带给你的感受或者说那种快乐实际是一样的。是这样的。就比如说我想成为世界首富，这是肯定不可能的吧，但是我想成为世界首富的背后的那个诉求是我想获得安全感啊，或者是幸福啊，或者是成就啊，但是其实我通过其他的地方我一样去可以实现这种感受，并不拘泥于具体的形式。你看，你已经否定了你成为世界首富的可能性了。我一点都不想成为，开个玩笑。那本质上是你不想当世界首富，你想要的是那更底层的那种心理满足感、心理成就感。
对，我不想成为世界首富，我的愿望就是想成佛啊，我想获得永恒的快乐。关于快乐这个话题，咱们也可以以后深入的聊一下。好，对，非常期待啊。然后最后这点时间，我想就是说关于通灵方面，你有没有什么想聊的，或者有相关的经历吗？我的个人经历是没有的，我主要就是在互联网上看了很多别人的经历，就是有形成一些自己的见解吧，但是不算是个人的一手经验。那这件事你是怎么看的呢？就是关于通灵这件事。我觉得通灵的话，看你的目的吧，就是你的发心，你的目的就决定了这件事的好坏啊。就像你刚才提到那个警察通过这个梦境里面得到的这种线索，其实这就是一件好事嘛，对吧？它其实也是一种通灵。很多人他通灵的话，他可能带着一些私人的目的嘛，然后这些问题其实他不通灵也可以想得出来，只是呢他的内心没有足够的安定嘛。但是就是你不否认通灵这件事情的真实性，对吧？通灵肯定存在，只是说通灵的时候我们要谨慎一点，不要随意的去使用这种跨维度的交流。明白。对，因为这个我听说过，就是因为我有朋友他接触过通灵师，就是你通灵有两种，第一种是说通灵到去世的人啊，然后他就这种灵体的话，他的那个认知啊，或者他的经历会有局限性，甚至说他有可能是会主观的撒谎，所以说你跟他交流之后，他告诉你的信息有可能并不是客观真实的。就好比说，比如说你们通灵遇到了1年前的我，然后1年前的我跟你说的那个话肯定是基于我1年前的那个认知，甚至说如果你问一个稍微比较私人敏感一点的问题啊，我可能为了维护我这种伟大光荣正确的形象吧，我还会撒一点小谎。对，但是如果你通灵到了阿卡西记录或者那种全知全能的那种存在啊，那你了解的那个信息有可能是一种那种客观公正的一个信息。因为我为什么问这个问题呢？因为就是奇迹课程它这本书就是一个作者通过通灵耶稣，然后一字一句的去教他怎么写，然后完全等于就是耶稣写的一本书，然后他只是作为一个通灵的媒介然后去完成的。如果说通灵这件事情是真实存在的话，那么奇迹课程这本书是耶稣撰写的这个事情也就同样可以成立了，就是替广大的奇迹学员们问一下。对，那关于奇迹课程我们也可以再单另开一期来聊。对，不久的将来我们会聊到。然后最后还剩1分钟的时间，我们这一期聊了我也简单做了一下记录就是出体后的世界和我们现实中的世界的一些区别一些本质性的区别。但是 Neo 回答是实际上没有本质上的区别，只是说出体后的世界有可能是少数灵体或者是个别灵体显化的这样一个世界，它的规则可能比较容易动摇，然后自由度比较高一些。然后我们现实的世界呢是一种这种对吧数十亿个这种生命存在的这种显化，所以说显现的比较坚固，但是他又强调不完全是牢不可破的，实际上也是可以有所改变的，这取决于我们每个人的能力不同。再就是聊到了一些意识影响到现实的一些案例亲身经历就是我们的思想、我们的思维、我们的意识可以极大的或者说创造一些小的奇迹这种感觉。好，非常感谢剩下的章节呢我们会在下周更新，请订阅支持一下吧，让我们幸福喜悦吧。因为我们如今正在经历的疯狂实际上是一种幻象，它逼着越来越多的人觉醒，可是呢
我们也要同情那些没法觉醒的人，因为世间的种种现象啊，造成了我们个体与灵魂的分离。我们会在螺旋上升的水晶上继续我们意识的进化，我们正在获得内心的勇气，将自己交给了灵魂，迈向了完全未知的领域。我是谁？我来到这个世界上究竟要做什么？进化的新阶段已经开始，意识到无限的爱会让我们开启一场前所未有的灵魂旅程。